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成功凝聚出3000雷幻身的分身后，便开始对自己的这道分身进行锤炼。作为风雷阁的镇阁之宝，3000雷幻身的修炼方法是用风雷之力逐渐融入分身之内，以风雷的力量来保护和遮掩分身的灵魂波动，并且这风雷之力还可以成为分身攻击的手段。就在萧炎苦恼自己不知道去哪找足够的风雷之力时，天火尊者告诉萧炎，这不过是一种锤炼方法而已。他体内的异火比风雷之力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，并且萧炎若是能将陨落心炎融入分身之内，日后即便是遇见能够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也丝毫不惧。萧炎经过天火尊者的提醒，便决定利用异火来锤炼分身，就算是失败了也不损失什么。而一旦成功，灵魂分身最后一个缺陷也能抹去，日后与人对战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助力。在天火尊者的指点下，萧炎很快就找到了修炼的节奏。萧炎觉得锤炼分身的速度太慢，想要达到登堂境界起码要2个月，等到大成更是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。不过在天火尊者看来，萧炎的速度已经很快了，看飞天的分身至少锤炼了5年以上才达到登堂境界，萧炎2个月就能达到登堂，已经是非一般的速度了。萧炎花了20天的时间赶路，常年被云雾遮掩的天幕山脉终于出现在他的视野中。云雾中蕴含着一股极为浩瀚的能量，没有人敢从高空飞进去，而山脉中有不少实力强横的魔兽，所以安全的入口只有3个，萧炎所在的入口则是其中之一。就在萧炎到达入口没多久，一道喝厉声将周围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。从周围的议论声中，萧炎知道来的人正是风雷东阁的凤青儿。这位凤青儿是风雷东阁阁主的关门弟子，修炼天赋精彩绝艳，在中州北域的名头十分响亮。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2位6星斗宗左右的老者。原本萧炎还很担心飞天和这2位老者会不会一起跑来抓他，但在知道天幕山脉因为地势诡异，实力过高的强者进入将会引来能量潮汐，而飞天这种级别的强者是被限制入内的，萧炎才终于放下心来。另一边的凤青儿也在与他身边的2位长老打听其余3阁是否有人前来。万剑阁、黄泉阁以及星陨阁也都派出了宗门中最杰出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实力都在斗皇巅峰，若是在天山血潭中浸泡一次，突破斗宗指日可待。他们3人还说起了从飞天手中逃走的萧炎，不过凤青儿却很质疑萧炎的实力，觉得萧炎是凭借体内强大的灵魂体才能逃走，而在天幕山脉中有能量潮汐的压制，萧炎无法施展出不属于自己的力量。凤青儿身边的老者对他的实力非常自信，让他遇见了萧炎可以顺手将他斩杀，卖风雷北阁一个人情。3天后，当天幕山脉内的能量潮汐扩散而出时，等待在入口的所有人都蠢蠢欲动，毕竟大家都觉得第一个进去的效果最好，虽然第一个进去代表不了什么，但凤青儿却很享受这种虚名。可惜就在他将众人甩开，即将飞进入口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身影从他的头顶掠过。凤青儿见有人敢跑在他的前面，生气的手掌一握，一股吸力朝着前方身影暴涌而出。见这一掌没起作用，凤青儿紧随那道身影入内，这道身影正是萧炎。感受到凤青儿跟在他后面，萧炎并没有在意，而是朝着山脉狂奔，但他身后的凤青儿却要萧炎站住。见萧炎没有停下脚步，凤青儿直接一道凌厉的攻击朝着萧炎脑袋而去。凤青儿不断的纠缠，让萧炎泛起怒火，碧绿色火焰从他的掌心浮现，与凤青儿的攻击碰撞在一起。凤青儿紧盯着面前的萧炎，说出了他的身份。萧炎此行只想成为能进血潭的10个人之一，并不想与他有直接的冲突。凤青儿说自己会在天山血潭那里等着萧炎，若是萧炎有资格到达那里，再来解决他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。若是连那里都到不了，就说明萧炎靠的不过是他人之力罢了。说完，凤青儿就先萧炎一步消失在浓雾之中。萧炎发现自己在浓雾弥漫的森林中就如无头苍蝇一样乱转，他只知道天山血潭位于天幕山脉的深处，而天山血潭会在能量潮汐涌现的1天后出现，这就表示萧炎必须要在1天之内赶到那里。萧炎静下心，将灵魂感知力蔓延而出，在确定这片山脉的能量隐隐往北边而去后，萧炎便全力赶路。但越往里面跑，周边的魔兽实力越强，再加上天慢慢的黑了，森林中的可见度越来越低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是拥有路线图的凤青儿等人也停止了赶路，但没有路线图的萧炎想要追上他们，就只能连夜赶路。
天亮时，停在一棵巨树上的萧炎发现左方不远处正发生打斗。一路以来，这种事并不少见。萧炎也不是胜负，所以不打算管。但在他准备继续前行的时候，传来了一道令萧炎记忆犹深的声音。发出这个声音的，正是好久没有出场过的纳兰嫣然。此时的纳兰嫣然正被3个穿着深黄色衣衫的人围住。在纳兰嫣然拒绝将手中的通灵白狐交给他们后，3人便合伙联手攻击他。这3人随便拎一个出来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但合起伙来，再加上树上还有一个实力更强的人，纳兰嫣然很快就陷入绝境。好在关键时刻，踩点王萧炎出现救下了他。纳兰嫣然望着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萧炎，整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萧炎再见他十分平静，当年那些事在云岚宗解散时便已烟消云散。萧炎出现后，将树上偷袭纳兰嫣然的人留下的黑色能量融化，还说以他的实力居然出手偷袭，让人挺不齿的。萧炎话说完后，那3名深黄色衣衫的人趁他不备出手攻击，不过他们3的实力完全不够看，萧炎一招就解决了他们。他们3人之所以想抢通灵白狐，是因为天目山之外有一个天然的迷阵，若是不知道破解之法，便会被困在里面，直到潮汐结束。而纳兰嫣然手中的白狐对迷阵免疫，跟着他就能走出去。一直待在树上的人也告诉萧炎，自己对白狐没兴趣，不过是被人托付将他们3人带到迷阵之前而已。在知道偷袭自己的人是黄泉阁的王晨后，纳兰嫣然犹豫着问萧炎，要不将白狐给他们吧，毕竟王晨的实力早已达到了斗皇巅峰，据说一些斗宗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但萧炎还指着白狐带他破开迷阵，自然不会给他。暗黑属性的王晨在与萧炎交手后，发现萧炎身怀异火，脸色一变，就不再管另外3人，身形直接退进浓雾之中。离开之前，王晨告诉萧炎自己在天台山上等着他，就看萧炎有没有本事过来了。萧炎和纳兰嫣然2人独处，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。沉默半晌后，萧炎问他是不是也要去天山雪潭。得到回答后，萧炎还是忍不住想要打听云韵的消息。不过纳兰嫣然只说云韵很好，但却不肯告知其他的消息，而这也是云韵的意思。萧炎虽然没有得知更多的消息，但知道云韵安好便也满足了。从纳兰嫣然那里，萧炎得知天目山被噬金属族掌握，噬金属族的族长是7阶魔兽，实力堪比6星斗宗。而进入天山雪潭的10个名额中，有2个是噬金属族的，其余的8个才是各凭本事争夺。他们说话间，就到了进入迷阵的一排巨树前。巨树之中有一个仅供1人进入的树门，而在这些巨树前徘徊着10几道对天山雪潭有念想的人。这些人在看到纳兰嫣然手中的通灵白狐后，全都起了贪念。这些人为了抢通灵白狐再三动手。愤怒不已的萧炎让纳兰嫣然先进去等他，便不再留手，将这10几个人打成不死也是重伤的下场。萧炎刚将玄重尺收入纳戒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说萧炎将这里弄得这么乱，难道想就这么一走了之？萧炎认出面前长得有些猥琐的斗宗强者应该是噬金属族的前辈，所以态度非常好，不仅说是自己鲁莽了，还塞了一瓶5品丹药气修丹给他。萧炎的识相以及他炼药师的身份让老者非常满意，说自己会通知族人对他们额外关照一下。萧炎与老者告辞之后便踏入了迷阵中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